此时，几位神斩惊骇地盯着萧炎，眼神终于是动了动，喃喃道：“这位小兄弟的确非常不简单，这也难怪猪龙剑士被他夺去。”以及祖龙族在场的所有神兽之人，皆是讶异地望着这一幕。这个仅有第3序列神实力的小兄弟，竟然所拥有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修为范畴，而且显然不止表面上显露出来的这些实力，看其样子没有出全力。这次白炭带回来的人族之人竟然如此厉害。同样的，也有着不少雀跃的欢呼声响起，他们的目光直勾勾地锁定了萧炎的身上。他们先前可并没有对萧炎抱太多的信心，毕竟他还只是第3序列神的实力。要知道第3序列神的实力，可以说在祖龙族属于极其弱小的存在，神界基本都是生存着神，如果实力连神止境都达不到的话，那么基本都会被淘汰。就算祖龙族不将其淘汰，神界也会将其淘汰。所以当神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从某一些角度来讲，神界之中的争夺比起下等级世界更加的猛烈。哪料这次的战斗结束的如此干脆利落，祖龙族那位拥有第2神的实力也是败得彻底。不过现在想来也没有那么震惊了，毕竟他们眼前的这位小兄弟身怀2道火焰，而且其中一道更是大咒中的神物神火，如此的造诣可谓是龙中之凤。祖龙族之中的一些神兽化人模样的一些妖艳女子，她们的美目中噙着一抹惊讶，旋即琴手轻点，轻声喃喃道：“这个人族家伙倒的确是有些本事。”反倒是白炭并没有多少的意外之色，有着一抹笑容展露出来。萧炎刚刚的这一手那是相当的漂亮，竟然把尺度都拿捏得刚刚好，做到可以震慑四方的可怕力量。在见识到萧炎的可怕力量后，刚刚那位壮硕的男子也是上前对其拱手道：“我输了。”而萧炎则是笑了笑道：“你的实力很强大，如果要不是我以神火破你的寒冰指，恐怕就连我也不会那么容易胜你。”闻言，这又让这位壮硕男子微微一惊，没想到萧炎击败了他之后并没有高傲，而是抱着一份谦逊的态度，这一点怕是很多神之天骄的佼佼者都无法做到萧炎这般气度。接着萧炎又冲着祖龙族的众神斩抱拳一笑道：“刚刚小辈在此献丑了。”哪里，小兄弟实力非凡，并且将2道火焰集于一身，如此的造诣着实让我们都震惊不已。看来下等级世界中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啊。祖龙族的大神斩也是爽朗的一笑，对于萧炎的战斗力也是极为的满意与吃惊。按照他们极为神斩们的推算，萧炎如果施展出全力的话，恐怕至少可以与第1序列神实力的对手抗衡。见到大神斩这么说，萧炎并没有回答，而是恭敬地对着数位神斩微微一笑：“刚刚见白炭所说，你获得了猪龙剑，能否借此剑让我看一眼？”虽然萧炎击败了他们祖龙族的一名第2神，但是身为神兽，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势也是显露无遗。既然刚刚已经将效果达到最佳化，震慑了祖龙族的诸多神兽之人后，萧炎也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萧炎的手掌隔空一握，瞬间那处的空间开始动荡起来，然后一道散发出极其可怕的剑气悄然弥漫天际之上。与此同时，萧炎手中的猪龙剑不仅有着强大的气息，让在场所有神兽之人都忌惮的剑光顿时爆射而出。随着猪龙剑的出现，萧炎便是把猪龙剑扔给了大神斩。那就是猪龙剑吗？在场所有神兽之人的目光都是瞪了老大，甚至有一些还揉了揉眼睛，生怕自己看错了。祖龙族的大神斩接过猪龙剑后，一股无形的剑气悄然地从剑身散发出来，令的实力已经半只脚迈入4重天位神的大神斩都是感到体内的神兽血脉有着一丝异常。虽然说这种异常不是很明显，可是大神斩却是知晓，这把猪龙剑的确能够压制他们万兽神界所有神兽的血脉。如此不愧是72大神器排名第9的猪龙剑。猪龙剑拥有极其强大的剑气之力，而这剑气之力便是能够压制他们神兽血脉。如今猪龙剑已经得手，就算是其他神兽势力再度对祖龙族发起进攻，他都是让他们有来无回。在几位神斩在研究猪龙剑时，萧炎则是开始打听起祖龙族的实力底蕴来。白炭兄，目前祖龙族是怎么样的一个底蕴？祖龙族最强的自然是祖龙，只不过如今祖龙已陨落，最强的应该就是大神斩。据说他是最早跟随着祖龙大的人，实力半步4重天位神，就连2神斩和3神斩都是对其颇为的忌惮。白炭轻声回答道。萧炎也是轻轻点了点头，看来祖龙族现在最强的3位应该就是这3位神斩了。大神斩半步4重天位神，2神斩和3神斩实力相当，皆是3重天位神。如此的强大底蕴，已经远远超越了此前上古圣地之中的那几大神势力。如果祖龙在的话，则是直逼超神势力的行列了。那么除了神斩，其他的呢？萧炎再度好奇的道。神斩下面就是一些族中的精英和核心强者了，他们的实力可都是天位神，1重天位神和2重天位神，在下面就是和我一样的特使身份以及族中之人了，实力皆是序列神。白炭也是将祖龙族目前的综合底蕴讲给了萧炎听。萧炎沉默了片刻，心想着这祖龙族的底蕴也实在太庞大了吧，一族之中竟是就有着如此多的天位神，旋即无奈的一笑，这祖龙族倒不虚万兽神界的3大神兽势力之一。大神斩确认这的确是猪龙剑之后，也是一声大笑，然后将猪龙剑再度丢给了萧炎。
后者见状也是伸出手掌将其稳稳地接住，随后传来大神斩的开心笑声。小兄弟，还真是难得一见的神之天骄，不仅实力之强大，就连这等神器都能够将其获得，真令人羡慕。虽说白炭带回来的萧炎拥有朱龙剑，但是这毕竟也是别人所得之物。虽然他们祖龙族目前非常需要朱龙剑，可是并不会做出直接抢夺他人之物。不过萧炎也听得出大神斩话里的意思，则是微微一笑，然后刚想开口说话时，突然整个祖龙族都是一颤，这是因为他们的护族大阵正在被强大的力量所攻击。不好啊，有外敌入侵祖龙族，族中核心强者，随我一同前去看一看。大神斩话音一落，便是率先朝着一处天际暴掠而去。白炭，你照看好这位小兄弟，我等去会一会，究竟是什么神兽势力如此胆大。二神斩和三神斩抛下这句话后，同样紧跟大神斩的身影，化为流光闪电般的速度飞行而去。随着三位神斩以及核心强者离开此处后，其余的族人则是脸上挂着担忧与紧张之色。显然他们也在这段时间受到了不少外界入侵，只要护族大阵受到攻击，他们都会处于极度的紧张感。萧炎兄，你在这里等我们，我去看看情况。白炭此刻脸色也不是很好看，毕竟这关系到祖龙族的危机，自然不能躲在这里。作为族中特使的身份，那么也要站在最前线。白炭刚想破空而去，萧炎伸出手掌搭在了白炭身上，道：白炭兄，你不要忘了我可是传承了祖龙血脉之人，而且当初就答应过祖龙我会守护好祖龙族。现在祖龙族遇危机，我自然不可能会袖手旁观。听着萧炎这么一说，白炭也是一笑点点头。按照萧炎所说，这也是没有任何的毛病。然后两人相视一笑，同样也是朝着祖龙族的大门处急速掠去。祖龙族的入口处，四周可以清晰地看到若隐如现的巨大屏障，这道屏障正是祖龙族的护族大阵，其上散发出无比可怕的能量，就算是四重天位神一时间都无法攻打进来。这也是祖龙族的最强一个底牌。如果这段时间不是这护族大阵启动，可怕祖龙族早已经被其他神兽势力入侵，必定会引发激烈的大战，甚至虎视眈眈的其余两大超级神兽势力也会借势一并将祖龙族彻底的在万兽神界除名。所以在万兽神界之中，群龙无首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就是神兽之间的战争，比起外界怕也是相差不多。如果有祖龙坐镇祖龙族，根本就不需要将护族大阵施展，可毕竟此时却是已经动用了这道护族大阵，就说明祖龙族怕是已经处于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被其他神兽势力彻底的侵占。就算祖龙族的底蕴再强大，有没有祖龙坐镇，怕也无法做到双手抵挡四手之术的定律。此时可以看到护族大阵之外悬浮着无数道身影，而且在其后方还有着体型巨大的神兽，他们皆是已经化为神兽之躯，进入了战斗状态。要知道万兽神界中神兽化人，其战斗力也会有所压制，而一旦从人形化兽形，那么其威能足以能够山崩地裂，天地都为之震撼的程度，战斗力都会彻底的飙升至极限。看着如此多数量的神兽，看来今日对方怕是已经要与祖龙族进行生死之战了。护族大阵之内的上空处，也同样有着诸多道神兽的巨大身影悬浮天际。在最前方的便是刚刚急速赶来的大神斩以及二神斩、三神斩，身后就是祖龙族的核心强者，他们都是天位神的实力，他们都是祖龙族的核心战力。而且这一次祖龙族的三位神斩全部出现，此次必定会发生一场大战。又是你们穷奇一族，为何其他神兽势力最近不对我们祖龙族发起进攻，反倒是你们穷奇一族，可谓是对我们祖龙族念念不忘啊！祖龙族的大神斩立喝道，看着护族大阵之外的大规模阵容，似乎已经猜测到对方的意图。他们想要彻底的剿灭祖龙族，顺势将其取代，让他们穷奇一族成为三大超级神兽势力之一。祖龙族的沈大神斩还真是一语就中。没错，我们穷奇一族的底蕴可不比其他神兽势力弱，反观我们的凶狠性情其霸道，更是让很多神兽势力都闻风丧胆。只要今日我等将你们祖龙族彻底灭了，就能够成为三大超级神兽势力之一。护族大阵外的几位同样氏族中神斩门的老者，目光冷冽地瞟了瞟大神斩几人，见到对方这般大言不惭，祖龙族的二神斩其声音也是几位的低沉下来道：你就凭你们这些神兽之人吗？想要灭了我们祖龙族，你们怕是今日过来给我们讲笑话的吧？是有如何？今日你们准备灭族吧？对方几位神斩发出阴险的笑声。哼，也好，那么我们将你们穷奇一族彻底的除名在万兽神界。除了你这位重大神斩是三重天位神的实力外，其余神斩半部三重天位神和二重天位神的实力而已。这点实力怕是连我的一招都挡不住吧？祖龙族的大神斩身为半部四重天位神，其实力自然极其强大。在大神斩在说话间，身边的二神斩以及三神斩的心中对于这穷奇一族也是极度的愤怒。这段时间里，他们穷奇一族的不仅是明面上与自己对抗，在暗地里也是一直对抗。今日又对祖龙族如此做法，还想要灭他们祖龙族这些怒火，
今天倒是可以彻底的发泄出来了。沈大神斩，你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吗？虽然你们祖龙族群龙无首，但是其底蕴依旧强大无比，族内又有你这名半步四重天位神，的确仅凭我们的底蕴不够，如果加上我们的族长呢？带头的这位穷奇一族中的重大神斩阴森一笑，带着粗犷的语气说道：你们那位一直不出山的穷奇，终于等到这一刻要出山了吗？祖龙族的沈大神斩一听到这位穷奇一族的族长，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慌张之色，因为就算是穷奇亲自降临，也无法压过自己一头。这么好被压制的话，祖龙族也不可能是3大超级神兽势力之一了。不过就算你们穷奇一族的族长来了，也破不了这护族大阵，就算是货真价实的4重天位神，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到。祖龙族的大神斩再度补充了一句道：是吗？但是今日就把话撂这了，今日你这护族大阵也无法保护的了你们整个祖龙族。当对方这位大神斩说出这话的时候，祖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其心中突然感到一丝不安，不知为何，这次穷奇一族这么大胆地对祖龙族发起进攻，仿佛汹涌成竹一般，怕是做足了准备。哼，这护族大阵拥有着极强的防御能力，就算你们多来几个半步4重天位神也是一样。虽然沈大神斩也感到一些疑惑，不过也只能暂时压制住心中的不安，然后厉声道：是吗？我今日就要看看，究竟是你们祖龙族的护族大阵厉害，还是我们穷奇一族的族长更强大。随着穷奇一族的这位重大神斩的话语落下后，在远处的区域，那里竟然有一股令得所有神兽之人都面惊失色的能量，正朝着他们这边快速而来。很快，一道身影便出现在祖龙族护族大阵的上方，张开双手，双眼微闭，享受着此时的画面。片刻之后，才缓缓睁开眼睛，望着护族大阵之内。穷奇一族的族长真是好久没见了。见到对方的族长现身，祖龙族沈大神斩的声音依旧平静的道：随着穷奇一族的族长出现，这片天地也是暗淡了一些，一股超越了3重天位神的气势轰然席卷而出。恭迎族长。见到族长的身影，其后方无数神兽便是齐声恭敬道：事情交代你办的都没问题了吧？穷奇族长微微偏头看了看众大神斩，沉声道：回禀族长，事情已经全部按照你的吩咐完成了。众大神斩立即恭敬的回答：好。穷奇族长阴森一笑，然后这才对祖龙族的那位老对手招呼道：的确很久不见，今日怕是会有一场硬战，你准备好了吗？装神弄鬼，你们穷奇一族既然倾巢而出，我们也只好照单全收了。面对着与自己同境界的穷奇族长，沈大神斩冷笑一声：祖龙族的大神斩果然有魄力，不过今日再有魄力也不行，得要有绝对的实力才行。穷奇族长一脸自信满满的汹涌成竹的道，而那不安的情绪在祖龙族这些神兽之人的心中也是越来越浓烈。虽然穷奇族长很强大，可是也无法做到能够碾压他们祖龙族，可为什么这种不安那么强烈呢？那我等就看看你有什么能耐可以破开护族大阵。只要护族大阵没有被对方击垮，一直坚持下去的话，那么祖龙族就暂时是安全的。虽然不惧穷奇一族，但难免有着一些其他神兽势力联手进攻进来。如此的话，就算祖龙族的底蕴再强大，也无法抵御这么多道神兽势力的围剿。动手！穷奇族长一声令下，后方的无数道神兽身躯开始爆发出惊人的气势，整个天地都在这一刻疯狂地颤抖起来。磅礴无比的神力开始席卷而出，他们的动作似乎是一模一样，双手抬起合拢，紧接着无数道可怕的光芒直射上空，那等场面则是极为的震撼无比。他们在做什么？护族大阵内的祖龙族之人个个露出惊骇之色，在祖龙族之人震惊之余，穷奇一族的那群神兽之躯的强者皆是露出诡异的笑容。一道道可怕的爆破声从上空传荡而下，竟是有着若隐若现的印法自那虚空处隐隐散发而出。不好，那是一道准大神技的大阵之法，他们是想要通过准大神技的力量冲破护族大阵不成？祖龙族的大神斩见状，发现情况异样，惊呼出声道：什么？竟然是准大神技的阵法？他们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阵法？就连2神斩和3神斩都是一惊。要知道，准大神技就算是他们祖龙族都仅有1道，可现在这只是神兽势力的穷奇一族，也拥有着一道如此强大的准大神技，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再见到护族大阵内那些祖龙族个个脸色大变的样子，穷奇族长一笑，旋即他也双手抬起合拢，一道光芒射入上空。那原本若隐若现的阵法，在穷奇族长的加入后，那阵法竟是变得格外的耀眼。自那上空处，一道巨大的阵法团形成，其中散发出令半步4重天位神的祖龙族大神斩都极为的惊骇。就算是4重天位神与之阵法正面对抗的话，都要避之锋芒。如果这道阵法锁定的是祖龙族之人的话，那么一旦被阵法之力击中，就会当场陨落，甚至无一生还的可能。这就是准大神技的可怕之处。大阵已成，我倒要看看你们的护族大阵厉害，还是我的这道准大神技的阵法之力更厉害。穷奇族长仰天大笑，这一道阵法乃是他吩咐下属整整布置了3天的时间才能得以成功，不然的话，怕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这道准大神技运转得如此完美。随着穷奇族长的话音落下之际，便是催动了上空处那巨大阵法的威力，虚空上的气流开始飞快地移动起来，就连云雾都被彻底地驱散开去。然后在双方无数道的目光注视之下，这道准大神技的阵法竟是直接从中射出一道巨大的光束，洞穿虚空，一道无比可怕的力量弥漫天际，令的空间都是扭曲起来，直至下方的护族大阵感受到这巨大光束内所蕴藏的力量。祖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身躯皆是微微一颤，这护族大阵乃是他们的最后一仗。如果护族大阵被对方击破，那么等待的就是双方之间的激烈战斗。其实与穷奇一族战斗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祖龙族怕其他的神兽势力会一举进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祖龙族必定会大败下来，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从此祖龙族也会彻底的在万兽神界中除名，关于祖龙族的所有都会毁于一旦。没有出任何的意外，那可怕的准神技阵法之力直接是轰击在了祖龙族的那道护族大阵之上，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恐怖的能量不断的击打在护族大阵的屏障上，令得天地都是在这一刻黯然失色。轰击声不断的响彻，每一次的响彻让的祖龙族所有神兽之人的耳膜都受到了影响，一些不注意的神兽之人直接是一口鲜血喷出，能够以能量声波的席卷就能让神奇受伤吐血，足以证明了准大神技的可怕威力。大家快运转神力护体！祖龙族的大神斩发现不少族人的异样后，大声喝道。听了大神斩的话，祖龙族之人也是开始催动体内的神力，护住自己的耳膜，不被能量的声波所影响，入侵体内。轰轰，护族大阵上的轰炸之声依旧是疯狂的传荡而出。不过有了前车之鉴，祖龙族之人也有了准备，就算这能量的声波再大，也无法入侵他们体内造成伤害。恐怖的阵法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如此猛烈的冲刷之下，那护族大阵上竟是有着1道、2道、3道的涟漪波动，缓缓地扩散开来。在双方的目光注视之下，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那祖龙族的护族大阵依旧是没有被攻破，反之那阵法大阵随着力量的耗尽，也是从那上空处缓缓地消散而去。祖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见状，心中大喜，刚刚那悬着的心也是松懈了下来，还以为今日他们的护族大阵真的会被对方如此强大的阵法之力给破解。不过好在护族大阵还是抵御住了如此强大的阵法之力，真是好险。不少祖龙族之人擦拭着额头上的冷汗，看到护族大阵依旧完好无损外，他们的热血再度高涨了起来。但是祖龙族的大神斩却是没有说话，神色这是变得有些难看起来。见到这一幕，一旁的二神斩疑惑地问道：老沈，怎么了？我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结束。祖龙族的大神斩一脸凝重，他也不知道为何，心中的那份不安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的浓烈了。护族大阵外，穷奇一族的神兽之人见到护族大阵没有被击破，他们的脸上也没有出现什么色彩，仿佛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一般。你们以为就这么结束了吗？望着护族大阵内的那些激动起来的祖龙族之人，穷奇族长冷冷的一笑：你难道还有什么后手？这护族大阵的防御力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击破的。沈大神斩面色极其的凝重，他的双眼也是微微眯了起来。不容易击破吗？那么接下来我就让你们的护族大阵彻底的消失。说完，穷奇族长的目光则是望向了另一处虚空上，然后诡异的一笑道：接下来该你出场了，我们已经做好铺路。此话一出，直接让的祖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的身躯又是开始紧绷起来。果然还有后手。沈大神斩的目光也是投射遥远的上空处，难道说那里一直隐藏着一名神奇吗？那为何就连他都无法感知到？想到这里，沈大神斩的脸色更是难看了几分，因为能够避开半部4重天位神的感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对方的实力已经超越了他。如今在万兽神界之中，超越祖龙族的这位大神斩实力的也都是屈指可数，只是不知道对方是何方身份。穷奇一族自然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抵御，难道是花重金请了一名4重天位神不成？祖龙族今日就是你们的灭族之日。虚空上有着大笑之声传荡而下，然后一道红色的流光降临而下，随着红光散去，一道红袍身影便是展露在了众神兽之人的眼中，而他的脸也是被红帽遮盖，无法看清楚他的样貌。但是这道红色身影的那双诧异的目光，则是投射在祖龙族的每一个神兽之人身上。大阵之内的祖龙族之人仿佛被一道利剑刺中一般，那是一道很强大的气息，这股气息所形成的能量磁场，竟然能够将在场的神兽之人都要刺穿一样，无比的骇人。不管是穷奇族长还是祖龙族的大神斩等这些神奇强者，在这道红色身影出现时，都是不敢轻视，因为这道红色身影所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竟然达到了4重天位神。4重天位神这5个字在所有神兽之人的脑海里飞快地炸响起来，一些实力弱的祖龙族之人直接是双腿跪地，因为这一道来自4重天位神的压迫之感已经将他们牢牢地锁定笼罩。就连半部4重天位神的沈大神站在这道神秘红色身影的强者面前，都有些难以迈出步伐，因为在天位神之中，每1重天的差距都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就连已经踏入半部4重天位神都无法与之抗衡。
想要越级挑战更是不可能。四重天位神的力量在整个万兽神界之中都是最顶尖的实力。四重天位神在整个万兽神界之中，唯有3名已经达到此等神境领域，一位是3大超级神兽势力之一神龙族的神龙，2是圣龙族的圣龙，3是祖龙族的祖龙。而如今祖龙族的祖龙已经陨落，只剩下2名四重天位神，但为何他们的眼前又出现了第3名四重天位神呢？什么时候万兽神界之中又出现了如此强大的神秘强者？这直接震惊了祖龙族所有神兽之人的认知。四重天位神，你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要参与我们祖龙族之事？强忍下心中的疑惑，祖龙族的大神斩语气变得异常的低沉。我是何方神圣，你们就不需要知道了，因为知道的越多，那么你们就会死得越快。不过你们今日也都得死。这位神秘强者的语气也是非常的阴沉，似是已经不打算放过祖龙族的所有神兽之人。没想到这穷奇族长竟然还能请到这么一位神秘强者。对于四重天位神的领域上，作为已经半步踏入四重天位神的沈大神长而言，